和400人一起去露營是一種什麼樣的體驗呢？事情是這樣的，我最近做了一個以物換物的露營活動，我們打算做300斤酸梅湯和600斤周黑鴨去和大家交換食物。不过計劃的挺好的，做的时候却遇到特別多的意外。先是因為下大雨，導致酸梅湯的原料送不到了，我們後來跑了半個哈爾濱的中藥店才把這些東西都買齊。然後準備熬湯和洗鴨貨的時候，家裡又停水了，無奈之下我們只能搬着這700-800斤東西去我媽家求救。結果剛收拾了2個小時，這邊又停水了。我當時看着那水龍頭我都快哭了，我心這也不是本命年呢，怎麼能那麼這麼背呢？所以後來那幾天為了搶時間，我們基本就沒怎麼睡過。但是要命的是這2樣東西做起來它就急不得，因為酸梅湯是用砂鍋熬的，只要但凡大點火那就得漏得跟花灑似的。然後鴨貨也不能急，因為每種鴨貨的时間和火候都不一樣，就只能一鍋一鍋干。我們前後一共滷了50多鍋，為了入味滷完又泡了一宿。不過過程雖然折騰，但東西做完了還是挺好吃的。這酸梅湯合成本9.5塊一瓶，喝起來味道特別純正，鴨貨滷的也特別入味，味道真的很像周黑鴨，但就是做的太慢了。後來打包的時候已經是我們出發前的最後6小時了，就看着那倒計時都要給我急死了，急得我只想上廁所，但是这一滴都尿不出來。真的，我上一次出现這種生理反應的時候，是我高考那年以為自己答不完卷了。然後早上4點多天剛亮的時候，我們就準備出發了。帶這麼多東西出門，多虧了這家庭6座豪華 SUV 理想 L8了，超大後備箱特別能裝，而且還有大床模式，玩累了可以直接躺着用3屏聯播看視頻，這也太爽了。露營模式還能對外放電，這絕對是家庭首選了。歡迎狗送乘坐副駕，希望驢們露營玩得愉快。到這之後，我們把天幕支上了，就開始等着大家來了。我們這個活動的規則很簡單，就是哪怕只帶一塊口香糖來，也可以換走一份我們做的吃的。其實這個活動有且只有一個參與門檻，就是玩的高興。不過來的朋友們真的都特別熱情，有帶狗的，有騎馬的，有帶200個燒餅的，還有帶300杯奶茶的。好多朋友還帶了自己做的吃的，都特別精緻。就這麼一比，我們幾個好像就是個廢物。然後還換回來好多有趣的東西，從英國來的 CD， 從沈陽來的雞架，從旁邊河裡現打的魚，還有這過2天就要結婚的喜糖。而且大家玩的也特別高興，分別組成了流水的麻將局、狼人殺局，還有永不散場的酒局，還有好多從頭到尾一直熱心幫忙的朋友們，真的特別感謝。所以陸續我們就把交換局做成分享局了，把所有吃的都給大家分了。後來我看情緒到了，我覺得是時候邀請大家喊出那句夯實的口號了。狗送好活人。哎呦，我這一大鍋誰能頂住啊？我其實除了枸杞還有一個地中地，他是我爸的媽的弟弟的兒子的媳婦家孩子。他說好長時間沒擦大哥了，今天來看看我倆。扛了2箱焙火燃茶上來，說串門不能空手。哎呀，上我家拿茶叶的不少，带茶水的真是头一個。我昨天問他想吃點啥，他想到早晨3點多告訴我鍋包肉、魚香肉絲、麻婆豆腐和雞公煲。我說哥們兒就這麼幾個快餐店的菜，那至於想到天亮嗎？他說哥呀，我不到這個點我聽不到自己內心的聲音。他內心的聲音其實就是蓋飯，但他哈喇子盡頭應該就是我這鍋大骨棒。我一個沒看住，他把我準備炒回鍋肉的五花肉全扔裡了。我現在覺得這點蔥綠的恰到好處。完了，我問他是否小酌，他說還是喝茶吧，20來歲該養生了。這焙火燃茶是無糖的，用的還是大紅袍，特別純粹的茶香，他爸都挺願意喝，配着一桌子香的辣的，正好解解膩。然後他跟我說你家肯定有豬油，能不能給我來一碗豬油拌飯？真的，我懷疑他這300斤體重裡起碼有200斤是心眼子。来吧，吃香香了，豬飯、魚肉、鍋包、五穀蒜、五花前刃、茄末、婆夫、黃雞、牛滑，還有他要酌一下的燃茶，還得說胖子會吃，這白肉蘸點蒜泥，當時給我香迷糊了。我又來了一碗麻婆豆腐蓋豬油拌飯，這香味活該得想到天亮。完這小一口大骨頭，一口燃茶呀，因為這每瓶有11克膳食纖維，他喝完了能刮过肚子裡。你瞅他吃這麼香，我說你說句實話吧，是不是家裡有啥狀況供不起你了？他說哥呀，我媽在家只給我吃水煮菜，我唯一能吃點有滋味的是健胃消食片。我爸跟我媽在家吵吵了，他倆一個想出去吃，一個想在家吃，然後在僵持階段，他倆幾乎是一起說的，讓你兒子回來做唄。你說這人退休了能閒成這樣啊？2口打仗6韓玩。我回來一看，羊蝎都換好了，我也沒整明白這是什麼套路啊，整不明白就不整了。这倆人啊，就屬於在水塘裡挖藕，那心眼太多了。
這肘子，我說咱今天烤一次試试呗。我媽说我帮你扎眼吧，还解恨了。我说媽，你別這樣，我一貫勸分不勸和呀。這個醬湯羊蝎子是一個老師傅給的方，他說他們飯店靠這方子火了20年，完他帶着方子出來單幹來了，第2年就倒閉了。這條魚眼肚瞪那麼老大，我也不知道因為啥，下的粉條給它一起撈了，這個菜就叫德芙妮燉大眼兒。這灶這麼站着，啥時候能吃上飯呢？好在家裡有一個真米析出機，設置好時間和溫度，新手小白也能煎出專業級味道。你想要幾分熟就能幾分熟，而且還能炒菜，輕盐少油，告別猛火爆炒，讓你的飲食更健康。我媽說頭2天燉只雞才25分鐘，我說媽，我這蝎子撈了快2小時了，你早他媽寻啥了？我媽告訴我父債子償。來吧，吃香香了，得烤肘、北水肚、蝦炒白肉、醬蟹、肉芽、飞牛、磨茄、闹大眼。我怕他俩吵着我吃飯，给我姑都找来了，然后又把我弟贡獻出来了。这娘俩舍命陪我媽喝呀。后來互相搀扶着回的家。他俩真辦事啊，啥也別說了，我以後對我姑父好點。我前段時間被一個視頻種草了富平柿子餅，那柿子餅金黃金黃的，掰開還有點流心的狀態，看着可給我饞壞了。所以我買了400斤富平柿子，我尋思我也在家做點，但是這玩意在家做很麻煩，因為沒有什麼太趁手的工具。這1500多個柿子，我們愣是一個一個拿錨子削的皮，而且這柿子餅在晾的時候，對溫度和濕度都有很嚴格的要求。但是11月份的哈爾濱晚上已經零下了，就是它極有可能還沒等晾成柿子餅呢，就先奔凍柿子去了。所以我們就白天拿在外面晾，晚上再搬回來開窗通風。就這麼折騰了3天之後，柿子還真是一個都沒動，但我們算是徹底涼透了。後來我尋思這天只會越來越冷，也不能一直這麼折騰啊，所以我決定給這些柿子在家蓋個小房子。有了這房子之後，我們的工作就輕鬆了很多，下雨下雪往屋裡搬一次就行，其他時候我們就負責開門關門幹好打更的活就行了。後來大冷的時候，我還上了點供暖設備，3000瓦一個的暖風機，我同時開了3個。外面零下20多度的時候，這屋裡也依然保持恆溫10度。就富平柿子餅可能是靠天養的，但我這純是愛的供養，那真是一頓操作猛如虎，完那月電費2500。這柿子晾到縮水2/3的時候，再等幾天就可以挑軟柿子捏了。然後這幾天沒啥事兒，我就整了點寻味吃的螺蛳粉肥牛火鍋，1塊錢就到手這一大箱。這一份裡有2大塊豬蹄兒、4隻鴨掌，還有滿滿1鍋肥牛和配菜，味兒也特別正。他們家的花椒雞海鮮火鍋也是湯濃味鮮，還有這半只雞拉麵也真的有半只雞在裡邊。現在拼多多有1萬個試吃名額，每個名額9盒3個口味，鏈接我放評論區置頂了，鏈接在就是還有名額可以搶，你們快去看看吧。然後也就是在這幾天裡，我發現試棚裡陸續多了好多這樣空聲，問誰都說不知道，於是我乾脆上了50把鎖，每人分了10把鑰匙。我算是品出來了，對於互相不信任來說，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互相制約。然後這柿餅捏完之後就已經非常非常好吃了，皮兒有嚼勁，餡兒還有水分，這就是特別好吃的鮮食柿餅。但是據說捂出霜之後會更好吃，所以我們就一層皮兒一層餅拿着接着捂霜了，大概是捂了40多天，柿餅外面真的就結出一層很厚的白霜。我之前一直以為是裹的糖粉呢，沒想到真的是自然結出來的。這柿餅因為捂霜的時候不是特別乾，所以它現在依然是一個流心的狀態，而且冷凍之後會更好吃，就跟吃冰激凌似的，感覺特別爽。但是因為沒熏硫磺，只有少量的柿子餅是橙色的，大部分的還是有點發黑。不過真的每一個都是齁甜齁甜的。但我發现這玩意真不能多吃。那天下午我大概吃了10來個柿餅，結果一直到晚上打包的時候，我的嗓子還有點說不出話來呢。